这是一台 Toyota Gravia， 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汽车隔音的想象。没错，空间大，坐起来很舒服，但也因为车顶面积大，长时间曝晒在太阳底下，车室的温度真的让人受不了。下雨时从车顶传下来的雨声也会更加明显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们除了处理车主最在意的车顶，也会一起升级门板、轮拱以及全车胶条。一起来看看我们是怎么解决车主最在意的困难。Gravia 来了，超级无敌大台，连我站在旁边都显得很小只。小鸟依人。那它跟阿法有什么差？阿法它是算是豪华的商务车，那这一个呢比较中阶的商务车。哦，它比较注重在机能上，所以它比较大台，载客啊载货啊可以载比较多。像 Hi-Ace 那一种就比较经济型，对，它的定位主要就是载货啊，或者做露营车啊。一台要价200万的商务车，车主竟然觉得隔音不够好，而且车主觉得吵的地方还不少，而且不止吵，他还觉得热。你看这种车体积这么大，又方方的，所以呢它的噪音呢一定也会比一般的轿车来得高，因为它的空间大，共鸣声呢就会在里面环绕。那今天车主觉得吵的地方就是轮拱、车门、顶棚，还有全车胶条，这些地方都是车主说要把它加强。那最特别刚刚提到的热就是车顶，车顶不止隔音，还做上我们最新的 Rica 赛普勒隔热吸音垫。哎呦，很懂选哦。隔热吸音双效合一，让我们停在外面晒太阳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直接让热传到里面去，让我们在长途旅行的时候才可以舒舒服服。毕竟它里面的椅子都那么豪华，怎么可以被一些什么热啊、什么噪音啊用得很不开心？被那些东西干扰。因为它的部位很多，所以我们要分好几天来做。我们这几天不是有蛮多车的吗？那这样这台要怎么做啊？他们在开始前呢，就会分配好什么部位是谁做。就像例如说，明天老师傅来做个门板，小胖去做个轮拱，一人负责一个岗位。哦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台要价200万的 Toyota 商务车，它的隔音用料到底给了什么？也来看看刚刚说的热，这个赛普勒真的赛普勒要怎么做，我们就看下去。它的车顶呢，它有压3条折线，直的3条，然后横的1条，这样是4条。4条，对，这样4。那为什么要压这个折线？有可能就是因为如果只是一片钣金，它带的共振会很多。那如果说你把它做钣金的折线，那钣金的扎实度也会变哦。哦，原来还有这种巧思哦，我以为那只是好看而已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看车身的一些线条，有的车厂设计会做一些折线，你去敲那些折线跟光滑平面的地方，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敲击的声音跟扎实度是不一样。哦，但这是什么原理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设计算是实用与美观兼具，就是透过造型去改变钣金的那叫什么结构。这有点太难了，这要请那个理化老师解答。对，那你看它车顶这么大一片，如果在外面晒太阳，在外面跑高速公路、机场接送，里面不就热到爆？它又是黑色的，不就吸热？这一次车主刚好就做我们的赛普勒，就是真的赛普勒。台湾人的灵魂谐音梗。这个赛普勒就可以很好的把我们的太阳的热能阻隔在外，让接近100度的这个高温，我们有长达7小时的实测持续加热啊。赛普勒出来的温度就是40到50度，大概可以超过一半。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，或者说你很怕热，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选择。它的车顶呢拆开来，它的饰板上面也是有棉，哎呦不错哎。然后它边边呢也有一些灰色的棉，它就是跟门板一样。这台车细节很多哎，毕竟它不是最经济的价位啊。也是。顶棚呢虽然看起来好施作，但是你看看里面全部都是椅子。如果今天车主没有做底盘，我们就不会拆到底下的东西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就要这样子抬头。其实有拆也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做啊。反正就是要这样子做，就会脖子很酸，就是很累啊。看起来平平的很好贴，但其实呢也是有一些辛酸在里面的。对，就是脖子很酸，因为它的顶棚很大片，所以它中间要有很多横梁来增强它的钣金结构。那我们在做呢，把我们的质证塞进去这个横梁里面，就是做的有种一体性的感觉。没错，强迫症发作啊！第一层就先用我们的质证打底，让它的钣金更扎实。毕竟这么一大块钣金，这很容易产生共振。再来就是它的阅读灯啊，或者说电线啊，一样还是要预留。全部做完，再贴上我们的赛普勒，让它隔热跟隔音两者兼具。这样以后停在外面就不用那么怕热，冷气就不用开那么强。这样里面不就变跟冰箱一样？
有点太夸张。太夸张，对啊，太夸张。想说生鲜食品不就可以放进来？不要乱讲哦。不行哦，反正它就是最新的产品，隔热跟隔音两者合在一起，满足各位对隔热的需求。因为最近很多人就很想要车顶有隔热的效果，像露营车的询问度就很高，所以刚好这个新产品。门板把它拆下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层防水布。那我们要把防水布拆下来，第一次看到有这种塑胶壳配防水布的组合。哦，真的哎。那我们就先做第一层，就从这些小洞伸进去做。所以是要先把那个白色的那些板件都拆掉，才有办法做里面。对啊，因为它这里就有预留给你可以打开了。哦。对，把它打开之后，再把手伸进去里面做就好。那这样它做的空间其实还蛮少的耶。所以你就要一直歪来歪去啊，找好角度啊。然后它会用一个特殊的工具，它也比较长，也会比较好试做。这样子呢，就可以滚到那些手碰不到的地方，因为那工具特别长。那做完第一层之后呢，来做第二层。第二层这边呢，很多孔位啊、电线要把它预留起来，尤其是孔位要特别开口，不然到时候呢，如果需要维修还是干嘛，人家一拆下来发现怎么全部都贴满满的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什么。你看喇叭在打的时候，这个门那么一大片，然后里面那么空，这样音场效果就被它的共振所干扰。所以贴这个支阵就可以让整个音场更好，可能听起来就是爽。那很多人会担心说，那我们这样子贴，它排水要怎么办？那这一点不用担心，我们既然都预留这些孔位跟电线，排水孔怎么可能没有留？真的耶，那是最基本的吧？不然里面整个积水，里面都可以养鱼了。海底笼子。它们非常大片，就用我们的吸棉把它整个都贴满。那它原厂有附什么吸音棉吗？它原厂原本就是白色的哦，然后比较薄，然后大概一半的位置。它现在就换成我们的高效吸棉，厚度还比较厚，效果又更好。这样坐上去配上这个支阵，相辅相成，整个门变得超扎实，关门整个变得更有质感。那原厂还有一个很细心的点呢，就是它这个卡扣都有做一个垫片，这样就可以让它在行驶的时候啊，就不会有一些异音出现。对啊，而且它边缘也都有贴一些棉呢，整个是我们平常会处理异音的地方，它都处理好了。像这种比较高级一点的车，它就知道用这些东西。明明就都是Toyota，为什么有的有的没了？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盖回去，让车主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门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音响，开起来整个质感提升。非常的扎实。我们后滑门也都做完，把它的门饰板拆下来，就会发现里面居然也有棉呢。哎呦，不错哎！防水布也有棉，防水布还是用那种卡扣把它扣起来，而且还有蛇胶。那后门就只有一块防水布而已，不像前门有一些还是用塑胶的盖子。那后门打开一看吓一跳，里面的构造超级复杂。让师傅也要认一下才知道要怎么贴哦，它的角度非常的多，要让师傅要一直去瞧啊，因为上下左右各种角度要去贴合钣金，所以它滚起来就会比较吃力。为了就是要让我们支阵完全符合钣金的形状，第一个是让效果好，再来就是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美观。那后面呢也很多机关哦，有一些线啊，很多的孔位啊，跟前门比起来，后门真的是复杂很多。对，因为它有电尾门的关系。本来想说它这样那么大一片会不会很好贴啊？没想到里面的构造这么复杂。那这两天呢，我们就是先把门板跟顶棚做好，因为这几天顶高机都被占满。那我们明天呢会有一台比较早一点，先把它的轮拱做完，就换这一台上去，就又要加班了啊。行程满档啊！过年前行程满档。对啊，大家都想要把车的隔音隔好，然后再出去玩，很好的打算，非常棒的规划。轮拱要经过我们5道工序，要先经过我们的清洁，把我们的钣金清洁干净，再来呢贴上支阵材。前轮比较特别，叶子板这边手贴得到的地方你把它贴。那后轮的后叶子板呢？后叶子板还是坐在车室里面，所以如果我们做后箱啊，也会顺便把后叶子板贴起来。那再来支阵全部贴完之后，再上我们的隔音垫，坐在靠近车室的地方，让我们的噪音不要这么直接的传到车室里面。那全部贴完之后呢，再上隔音涂层，让它保护起来，又有隔音的效果。那它原厂呢，里面都没有隔音的材料，
在内轨板上有薄薄一层洗衣棉，它的材质很特别，它有异材质的拼接。它前轮靠近车头是塑胶的，靠近车室的地方是绒毛，后轮全部都是绒毛。所以原厂知道靠近车室的地方，那边材料要用比较好，才可以把噪音阻隔在外。那内轨板再喷上一层隔音涂层，总共5层工法，直接把胎噪音阻隔在外。那我们复位完啊，也要把它全部做一个检查，看它的功能是不是正常，这样才可以安心交车。那轮拱全部做完，最后再做我们的全车胶贴。再来它可以做 A、B、C 柱，而且它 B 柱有2条。哦，蛮特别的哦。再来就是滑门上缘，还有尾门2侧，它的前挡下缘的中控台，它原厂就有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去做。我记得阿法好像也是原厂就有，阿法 LN 都有，这种大型车好像都会有。你的车想要来一点 special 的隔音吗？还是你想要车顶想要隔热一下？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